他为了知道咱们家过去的事儿，不惜写匿名信来刺激我。娘，我不是，您这是心里有鬼。如意，够了。这就是咱们谭家娶的好媳妇儿。我一心一意想要接纳她成为一家人，可是她根本就不领情啊。如意，那封信是你写的吗？不是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和那个朱秋月一样居心叵测。行了行了，我不管那封信到底是谁写的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如意，你必须要停止所有无端的猜测，不要再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妈身上。爹是自杀的，跟我妈没有关系。你赶紧向我妈道歉，并承诺以后不会再旧事重提，快点啊！明白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难道你非要闹到这个家鸡犬不宁你才安心吗？难道这样就是爹的死所换来的后果吗？如意，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渡过难关，现在你又挑起另外一场战争。你忘了你跟我说过的，你要把我妈当成是亲娘一样看待，一样孝敬。现在你又用那些无端的猜测来伤害我妈。来吧，跟我妈道歉吧。算了啊！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谭夫人和如意变成了仇人。仇人，他们会互相憎恨，彼此伤害得遍体鳞伤。至于明凯那个大孝子，他一定会站在他母亲这边，和如意反目成仇。思若，我求求你别再抽了，你这样会越来越难受的。至少我现在很开心啊，嫂子，别担心，等我眼看着如意被扫地出门，我一定接。思若，锦华，我看就让他抽2口吧，好久没看他这么开心了。一去就找了六爷，得亏六爷帮忙，情况很快是清楚了。那个人啊，确实是被枪毙了。后来我又去了高江的坟墓，就是他和朱秋月合葬的那个，一看就是新建的，墓碑上的署名是孝子谭明阳。只是这个建碑的日期是哪天？是被枪毙以后。一个被判了死刑、等着枪决的人，不可能飞出监狱，替他爸爸立墓碑。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就是那个野种玩了出调包计，要么就是有人在替死人报仇。你知道我的这份遗嘱意义所在。他就像
像一把剑刀，插内心着，一辈子。既然你还真做到了。问题是什么？老爷在遗嘱里把继承权留给了那个野种。如果野种死了，遗嘱就彻底无效。可如果他还活着，不管他在哪，是谁，遗嘱都会是他的目标。我们一定要抢先一步找到遗嘱。你怕什么？既然那个野种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现在不可能让他见天日的活。我想说，我们把那些不开心就留在昨天吧。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把过去的事情都放下，为了我们的孩子。那好，我走了。我今天可能会去找思若，他要我给他一些建议。对不起，明凯，我骗了你。少奶奶，这是夫人吩咐煮的安胎药。你端走吧。从今天起，他拿来的任何东西，我都不会吃的。为什么？我要保护我的孩子。云姨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发誓，我爹确实嘱托过你，让我远离高秋郎，是吗？我发誓，你爹确实交代我了。这几个月，我们主要是着手新茶的研制，还有市场销路的拓展。大概情况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暂时没了。如果还有的话，还能来请教吗？随时欢迎。姨娘和如意还好吧？那天看他们的关系好像不是很融洽。一家人相处，难免会有些误会。大家各退一步，也就没什么事了。那就好。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伤痕和怨恨，明凯，我都希望你幸福、快乐。谢谢。哎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就在那儿，我采死了几只金贵的茶苗，结果你和我哥都争着帮我承担错误，2个人都被打了。我当然记得。后来几天，我跟耀东走路都要拄着木棍。你还说呢？身体的痛，10天半个月就好了。可朋友间的友情，能温暖一辈子。对。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只是朋友。现在开始做朋友也不晚啊。蓖麻毒素的来源很难查，
是来自西洋的一种毒药。很多年前，从各国使馆入驻上海滩起，就已经在黑帮之间各种暗杀活动里流行开了。镇上只要是洋人开的诊所，多给点钱都可以弄得到。我一直在调查高教的事，高有吃了一种罕见的毒药，叫做蓖麻毒素。喂，我是黄道林。喂，黄德林啊，我是高秋了。好久不见了。对，好久不见。是这样，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，你帮我查一下。秋郎哥，你救过全家，能为你做事，我再做不辞。有一种毒药叫蓖麻毒素，它应该是出自英租界的。你是那儿的督察，查起来应该比较方便。我要知道，这个蓖麻毒素在2年以内去往何处，到过谁的手里。记住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不要让第3个人知道。谢谢。秋兰哥，如意想见你。听错了。如意，上等的花茶对你的孩子是没害的。我父亲的临终遗嘱里面说，让我们离你越远越好。我想到了，从你和明凯的态度里头，我也感觉到。为什么？这很好理解，我是谭夫人的义子，所有的事情都在维护她。你爹自然认为我跟谭夫人是一丘之貉，他害怕我，提防我，很正常。但是可惜，有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事实。那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，我也很想知道，朱秋月到底是为什么死的。谭夫人费尽心机，甚至不惜杀人灭口，她想掩盖什么？救赎，还有我的养父，他们的死法太相像。你的养父？对，他之前也是乌察镇的茶农，目睹了朱秋月嫁给谭景然，最后被烧死的全过程。谭夫人为了掩盖真相，调查了所有知情者，我的养父不得不带着我逃往上海。但是谭夫人没有停止追查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养父离奇的服毒自尽。那朱秋月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养父没有跟我透露过半个字。但是我认为，朱秋月的死牵扯了谭家所有的秘密，所以谭夫人要斩草除根。可是我父亲和谭家没有任何牵连，除了那块玉佩。你知道玉佩？对，记得你爹说过，那块玉佩它是一个信物。据我的了解，当年谭景然他是费尽心思，特意制定了那块玉佩，在他的背后关系到谭家所有的财产。我想，这才是朱秋月、我的养父，还有你父亲死亡的关键所在。可是这么重要的玉佩，怎么会在我父亲手里？这个嘛，就需要我们活着的人去调查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你父亲在死以前肯定已经知道了秘密，因此这块玉佩成了一道催命符，在谁的手里，谁就得死。就像我一样，知道了太多的秘密，很危险，所以你父亲让你远离我，他是为了保护你。就像我的养父，他为了保护我，最后被谭家逼死了。所以，九叔和我的养父
都死于同一种毒药，叫蓖麻毒素。这不是巧合，肯定是有人把毒药喂到他们的嘴边，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儿女，逼不得已，所以才喝下去的。我不相信你说的。不信也得信。谭夫人现在还能容忍你，是因为谭明凯。可她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阻止你调查真相。她迟早会把你铲除的。这一次，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救了你一命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说的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？如意，在你的心里早就疑惑了，要不然你不会来找我，对吗？不管你信不信我说的话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它永远摆在那里。可是那块玉佩，现在不翼而飞了。对呀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谭夫人可能早就知道玉佩的秘密，她也早就知道九叔可能会死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玉佩应该已经回到谭家了。如意，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你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，因为谭夫人可能是你的杀父仇人，而她的儿子是你的丈夫，你面临着很艰难的抉择，你要么为了丈夫放弃报仇，要么为了报仇放弃你的丈夫，怎么选？夫人，这栋房子我们已经找了无数次了，遗嘱应该不在这儿。不可能，他既然会重新修缮这栋房子，最后死也死在这儿，遗嘱一定留在这儿。可是，我们已经翻腾了好几遍了，确实没有啊。他到底藏在哪儿呢？夫人，这栋房子除了我们以外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还有时间。觊觎谭家的人肯定不止1天2天，不管他是谁，他一定知道遗嘱的存在。我绝不让他落在别人手里。我只要一想到那个野种拿到遗嘱，就可以伤害谭家，伤害明凯，我这颗心就放不下。这么把我逼急了，我还一把火烧了这儿。找什么呀？夫人，夫人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少奶奶在各个房间翻腾着找东西。翻腾？她是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会儿又在夫人的房间翻腾着呢，拦都拦不住。什么？太放肆了！如意，夫人房间不能随便进的。你快点，一会儿夫人回来就麻烦了。玉佩，谁准你在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的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也请您给我解释清楚，这玉佩为什么会在您这儿？这玉佩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？不是，我亲眼所见，这玉佩就在抽屉里。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块玉佩啊！您别再说您不知道了，这块玉佩是我爹视若性命的玉佩，他一直带在身边的。可是现在玉佩在您这儿，我爹他却死了，也就说明我爹死之前，是您从他手里拿走了玉佩。少奶奶，我说句公道的话，即使这块玉佩在夫人的房间，也不能证明就是夫人拿的。保不齐是有人栽赃陷害，
栽赃陷害，有几个人能进到这个房间？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玉佩？可是现在玉佩在您这儿，我想和娘单独说两句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娘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在这里，请您告诉我爹的死和您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会信吗？我们谭家家大业大，谁会在乎那块破石头？可是这块玉佩是谭老爷亲自制定的，是请人制定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您别再隐瞒了，我都知道这块玉佩和朱秋月的死，还有和谭家息息相关。可是对我来说，这块玉佩在谁那儿，谁就和我爹的死脱不了干系。你简直是疯了！就凭一块玉佩，你就想诬陷我？我看，根本是你和你爹合谋害死了耀东，抢走了玉佩，现在还想把罪名栽到我头上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一定是怀了老五的野种，你怕东窗事发，趁着你爹的死，陷害我为凶手，好让你和那个野种霸占整个谭家。根本不用人陷害，你早就是凶手了。别装了，为了霸占谭家，你害死了朱秋月，现在又害死了我爹，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？难怪你每天念经，你还是会做噩梦。闭嘴！告诉你，你才是我的噩梦，我绝对不让你害我的儿子。根本不配做明凯的娘。真的很不错哎！恭喜你，你的新茶一定会大受欢迎的。谢谢。明凯，如意最近怎么样？哦，她的笑容比以前少了很多。你没经历过那种置情死于非命的痛苦，我经历过，我完全能够体会如意那种孤苦伶仃的感觉。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多体谅她，时间久了会好的。如果我把你这些话转告如意的话，她一定很高兴的。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再成为好姐妹。少东家，老五，我有点急事想跟您说。说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什么事啊？我和少奶奶在夫人的房间里找到了九叔的玉佩。什么？玉佩，警局的人不是已经还给九叔了吗？怎么会在婆婆的房间？少东家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玉佩会在夫人的房间里，可这关系到九叔的死，所以我明白。我们回去吧。明凯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我了解婆婆，知道怎么安抚她。是夫人，不是婆婆。走吧。好。是你呀，是你把玉佩放在夫人房间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？我也是没有办法嘛。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高秋朗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，高秋朗就是朱秋月的亲生儿子谭明阳啊！而且，他还知道，谭明凯是梅老九的亲生儿子。你说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抖露出去，他会害得谭家家破人亡。问题是我还担心，如果他一旦查下去，他肯定会知道如意才是夫人的亲生女儿。你说，我不这么做行吗？可你这么做，已经让这对亲生母女变成骨肉相残的仇人，这还是小事吗？是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么干脆，我就像梅老九
那样死了算了。够了！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高秋郎就是想逼死一个算一个。事情走到这一步，夫人是绝对不会让如意留在这个家里的，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，你倒是想个辙呀！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辙？那就瞒一天是一天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出去！我说了，我不想见人。婆婆，是我，思若。婆婆，我还能这么叫你吗？能，当然能。听你喊我一声婆婆，我的心就不堵了。我和明凯在茶庄的时候，老虎过来找他，说是您和如意发生了口角。如意自从他爹死了以后，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简直是疯了，见谁都认定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今天他还拿着一块玉佩来栽赃我，非说他爹的死跟我有关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啊，我现在真担心明凯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哎呀，他现在怀了孩子，您就别跟他计较了。还不知道那个妯到底是谁的呢？婆婆，这话可不敢乱说。我忍他忍到孩子出生为止，孩子可不能骗人。他如果让我们谭家蒙羞，我绝不饶他。婆婆，您放心，您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您绝对不可能做出那种伤人性命的事儿。还是你了解我，当初我真不该妥协，让明凯娶了她。婆婆，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这不是您的错。如果明凯休了她，你能跟他吗？我爱明凯，这和他娶过几个妻子，休过几个女人无关。如意，老五已经告诉我了。求你别让我去跟娘道歉了，行吗？今天早上我走的时候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纠缠在这件事情上面了吗？对不起。少爷，少奶奶，你的安胎药。少爷，你好好劝劝他。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，好吗？怎么了？你心里很清楚。娘一直认为朱秋月生的是个野种。当娘把我当成朱秋月的时候，你认为她还会相信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你是怕我妈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都要保护我的孩子。如意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猜忌下去了？我爹的玉佩在你娘房间里，这怎么解释啊？这有很多可能，也许是爹死之前把玉佩交给了我妈呢。我相信我妈没有陷害你爹。
你都能宽容思若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妈呢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？如意，你忘了，爹在遗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他说，你要留在谭家，你要爱护谭家，谭家以后就是你的家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，他们怎么会害你爹呢？我求求你，为了过世的爹，为了还没出生的孩子，给我们这个家一份平静，好不好？童家茶庄算是我给义父的第一个礼物。你是怎么逼着思若把茶函给你的？我没有逼他。思若不是要报仇吗？要报仇，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叶子，去跟掌柜交接，把童家所有的人都清走。清走？哥，我要全部留用，不能因为你们之间的纷争就让他们丢了饭碗吧。好。高老板也在呀，童夫人。来买茶还是找思若？掌柜的，怎么不给高老板他们沏茶呢？掌柜的，给童夫人沏茶。童夫人，思若没跟您说吗？童家的茶庄还有茶园，他已经抵押给我了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把茶园抵押给你啊？因为只有我才是他的救世主啊！看你干的好事，你把茶园和码头全都给了高秋郎，这事怎么没经我同意呢？娘，我才是当家人，这种事儿我来办就好了，你不用操心。哎，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那可是我们童家全部的家产呢，你把它都给了高秋郎，以后我们喝西北风啊！报仇不就是这样吗？不把自己豁出去，拿什么跟人家拼？不是你让我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的吗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这副烟鬼的样子，你活像个败家子儿啊！你就快把我们童家的基业全都败光了！我真后悔当时一时心软，让你图个消遣。你现在就给我戒了他！娘，不要！你不要再抽他了！给我，娘！好啊！我现在就一把烧了他！娘，不要！你不要放手啊！你要了我的命！你放手！娘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，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呀你？娘，要不是爹走了，童家的重担怎么会落在我身上？我每天只要醒来就是痛苦。我要是不抽上一口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。娘，不要！思若，娘劝你戒了他吧。你看你现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就算没有如意，他们还会要你吗？如意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吗？我害怕这样下去，
第一个伤害的人就是明凯。你跟夫人都闹成这样了，我担心就算是你愿意投降，人家也不会放过你。夫人，夫人，这地儿怎么有这么大一房子呀？这不会就是娘所谓的佛堂吧？如意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周秋月，谭家是我儿子的。遗嘱在哪儿？在哪儿？遗嘱。乖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老爷说什么？老爷说遗嘱给孩子，给孩子。你这个下贱女人！你抢走我的丈夫，抢走了我一辈子，你现在还想抢我的家？我当初为什么要救你？既然他到临死，想的还是你。给儿子，给儿子，我送你去见他，我让你们家团圆，我掐死你！夫人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就原本是想让他还你一个公道。可不能闹出人命案子来呀！楚秋月，你已经疯了20多年了，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我求你。我求你快点清醒过来！你告诉大家，那孩子不是谭家的，这真相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难道你让我一辈子提心吊胆？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！都这么晚了，你们去哪？我心里不踏实，想到山上别墅去为谭家祈福。你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？跟踪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知道些什么？你知道些什么？谁啊？来我，来我。哎呦，如意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什么事儿？你帮我个忙，你帮我把夫人的马车扔到后门去等我。你先别问为什么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解释。哦，行。夫人有吩咐，所有人都回屋里去，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许出来。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非得让夫人亲自过来跟你解释一下。是。
如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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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凯，怎么了？妈，如意不见了。这么晚了，他能去哪儿？除非他压根就不在家。他不在家能去哪儿啊？明祥，把所有人叫起来找。哎，大夫，你也出去看看。哎，好。你说这如意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要把大家折腾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？如意肯定是有什么事情，要不然她不会这样的。夫人，老五和您的马车都不见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肯定是跟老五私会了。妈，怎么可能啊？妈，你不用担心，等我去换身衣服，出去找找啊，没事。夫人，刚才有人回报说，马车在那儿。如意，这挺瘆人的，你怀着孩子还是小心点吧。每次谭夫人来这里都形迹可疑，我觉得一定有问题。真没想到你会追到这儿来，看来我们得要好好谈谈了。那个女人是谁？一个疯子啊！你不是说这里是祭奠老爷的佛堂吗？怎么会囚禁一个疯子？跟你无关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栋房子以前失过火，应该就是被谭老爷重新装修过的吧。还有那个疯子，他也不是普通的疯子，他一定知道朱秋月之死的真相，或者他就是受害者。我说的对吗？你的问题还真多。我只回答一个，我从来没有害过人。既然你也背着我知道了这么多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里是谭家的禁地，私自闯入者永远驱逐出谭家。娘，但您也会害怕我把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明凯吧？我可以先不说，但是您要告诉我，我爹还有朱秋月之死的真相。你想跟我谈交易？就算你真的把明凯带到这儿来，他所看到的不过就是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空房子，他会以为你疯了。但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继续追查下去，直到真相大白。我相信明凯绝不是那种不辨是非的人。好，待会儿我们一块儿回家，当着他面问问他，我儿子心里面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？别想把你爹的死嫁祸到我头上，
还真的曾经考虑放下心里所有的成见接纳你，可是现在是你自己毁了你在谭家的未来。走吧。夫人，明凯呢？啊，少爷去找少奶奶，还没回来呢。如意，如意，你回来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呢。老五，怎么回事？少东家，他跟老五在野地里私会，被我和大富逮个正着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她跟那个朱秋月一样，是个不贞不洁的女人。夫人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和如意只是去了谭家山上的那座别墅。你们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明凯，因为我发现娘最近一直行踪诡秘的出现在那里，我猜想，一定是那里隐藏了什么。如意，又是你的猜测。哎，可我抓奸是真的。不是的，因为那里藏了一个疯女人，娘是想隐藏这个事情，所以污蔑我和老五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睁眼说瞎话？你，明凯，你想一想，他们两个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谁能保证他们是清白的呢？我早就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。妈，少东家，你信我，我和如意之间是清白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明凯。好好好。妈，我问你，你们有谁亲眼看见他们两个在做苟且的事情？嗯？魏叔，我在问你，你清楚明白的告诉我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老五和少奶奶在一起是真的，可是有没有苟且，我真不知道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已经说明一切了。夫人，如果你是怪罪我和如意追查你的事儿，不妨说出来，别把这盆脏水泼在如意身上。哼，如果由他这样下去，等他把那个野种生下来，那才是结结实实的把一盆脏水泼到我们谭家人的头上了。明凯，你清醒清醒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他给休了。你不休了他，他早晚会把我逼死，会把咱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啊！够了够了，别说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如意和孩子平安无事的归来。如意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你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给我停止所有对这个家、对我妈种种无端的猜测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安胎生孩子，这才是你作为少奶奶应该做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明凯，乖，好好休息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明凯。
夫人，如意已经发现朱秋月了。万一他非要纠缠下去，把朱秋月翻出来怎么办？要不我找他去谈谈？不用了，如意还真是个祸害，我就怕他再一次毁了明凯和谭家的颜面。既然他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我只好豁出命来，护住我儿子和整个谭家。夫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你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怎么了？一夜没睡，有心事？昨天晚上，如意跟老五失踪了，然后我妈带着一帮人在后山的别墅找到了他们俩。后山别墅，他们干什么去了？我妈说他们去幽会。如意说呢，那个别墅跟朱秋月还有他爹的死有关系，还说那个房子里面关着一个疯女人。疯女人？什么疯女人？我去那边看过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看是如意快疯了，这段时间她一直认为是我妈逼死她爹的。那么，你相信吗？唉，现在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，我也快要被折腾疯了。你相信如意跟老五有私情吗？如果我连这半点信任都放弃的话，那就是我自己摧毁了自己的家。我们还有一个没出生的孩子呢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意是不会放弃追查的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谭家容不下两个相互仇视的女主人，到时候你怎么选？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是做儿女最悲哀的事情。我希望如意能够放弃所有的猜疑，可以跟我妈重归于好。这个很难。如意已经不是以前的如意了，仇恨对一个人的改变，往往要比爱情的力量更强大。您找我？坐。就咱娘俩，没有外人。我想和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谈一谈。昨天晚上，我做的事太过分，这杯酒算是我替你赔罪。我完全明白您为什么要那样做。如意，我也是为了谭家的颜面，为了明凯的将来，才出此下策。您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肚里面的孩子是明凯的，对吗？谭家现在已经千疮百孔，再也经不起一丝一毫的打击。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女人当中，必须有一个要认输。娘，至少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我们都深爱着明凯，不想他为难。但是请您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您眼中的朱秋月。我对谭家的家产没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爹的死因。
我向谭家的列祖列宗发誓，你爹的死，我一无所知，我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。你有半句虚言，愿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这什么？休书。什么意思啊？娘，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我已经选择了要查清楚我爹的死因。我也知道，我这种选择会带来多痛苦的后果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谭家，把一个干干净净的谭家还给明凯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我跟明凯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。娘，这杯酒就当是我敬您的吧。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，我真的会把您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的。这是我跟您喝的第一杯酒，应该也是最后一杯了吧？别喝，有毒！有毒？你想害死我？你就是这样害死我爹的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打算跟你同归于尽的，可是我下不了手。你刚还说你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，你现在就想害死我？你别过来！我肚子里面还怀着孩子呀，就算你不相信这是明凯的孩子，可至少是一条人命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爹一条命还不够，你想让我们所有人的命为你的秘密陪葬？我要去报官，我会让你杀人偿命的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别这么冲动，你这样会毁了谭家的。是他害死了我爹，他现在又想害死我和我的孩子。你爹的死真的跟夫人无关。我这次不会再心软了，也不会再妥协了。他连我肚里的孩子都不放过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我怕你这样做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是，我确实会后悔。我后悔一直管我的杀父仇人叫娘。孩子，她真的是你娘。不用再说了，我信你一句。如意，谭夫人是你亲生的母亲。当年夫人催产，诞下一个女婴，可老爷明令，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业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为了保住夫人的位置，我百般无奈之下，就把夫人亲生的孩子和没老久的儿子掉了我。这么说，明凯他才是？明凯少爷，他是你爹的儿子，而你才是谭家的亲生骨肉。那那块玉佩呢？玉佩是你给我爹的。玉佩是老爷留给继承人的信物，我不可能让这东西落到朱秋月孩子的手里，所以我把它放在了你的襁褓里。我本来以为早产儿气虚体弱，一定会夭折的，直到玉佩再次出现在谭家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当年只剩下一口气的你，居然活了下来，而且竟然跟明凯少爷相爱，百转千回，成了谭家的少奶奶。这都是天意，是天意。
是没老久，我娘早就死了。如意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是夫人亲生的女儿，你是谭家唯一的骨肉。夫人一无所知，她一直以为明凯少爷就是她的亲生儿子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害了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我爹他死了，害死我爹的人是我亲娘。不，如意，你娘没有害死你爹，玉佩是你爹亲手交给我的。你爹他是以死来保护明凯，以死来保护这个秘密。这么说，我爹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所以你爹才会在遗嘱中说，谭家是你的家，你要好好守住它。如意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之所以拦着你，不让你查你爹的死因，就是怕你的身世和少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，那对少爷是何等的打击，夫人又怎么活呢？这样，谭家才真的会毁于一旦。那你们想过我吗？你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的亲娘一直折磨我，甚至想要毒害死我，你们有替我想过吗？明凯，思若，你究竟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麻烦了？还好。别说你还好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。你这个人，就是会把所有的心思都写在脸上。我是想到家里，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儿，充满了猜忌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挺害怕回家。我害怕面对我妈和如意，我一个人夹在中间，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好。我很烦。明凯，你是那么一个阳光、健康，对生活充满了信仰和希望的人，我不想看见你变成这样。我也不想这样。现在的如意已经不太像以前的如意了，就好像他喜欢的那首诗一样：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明凯，仇恨会改变一切，包括爱情。这就是等闲人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已变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如意的感受了，因为我曾经何等的爱着你，之后就会加倍恨你。毕竟如意现在把婆婆当成她的杀父仇人了，你觉得她还能像当初一样爱你吗？可是我觉得，我们不能仅仅只是看到爱情带给我们的甜蜜，我们还要去体验它带给我们的痛苦和一切一切，这才叫做相濡以沫。那
如果如意要离开你，你怎么办？我还是相信，时间能让一切都过去的。那如果如意一定要离开你，你会接受我吗？思如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休书我已经写好了，你交给明凯吧。你不能离开，既然老天让你嫁进谭家，就是命里注定你们是打不断、拆不散的骨肉之亲。我求你了，不要离开谭家，你是谭家的大小姐啊！我现在不离开还能怎么办？我怎么面对一个一直想要害死我的亲娘？你想想少爷，少爷他离不开你啊。如意，你也是快要当娘的人了，你应该理解的。夫人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我也要保护我的孩子啊！我一想到他当时端着毒酒站在我对面，想要害死我跟我的孩子，我就没办法原谅他。如果他知道你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那就永远不用让他知道了。反正我也不属于这里，那个孩子就当他早就死掉就好了。如意，我求你了，现在谭家是四面楚歌，危如累卵。高秋郎虎视眈眈，蓄谋已久，你要担起守护谭家的责任，这也是你爹临终的遗愿。你说高秋郎蓄谋已久？高秋郎就是朱秋月的儿子谭明阳，也就是他以少爷的身世要挟，逼着大夫把玉佩放进夫人的房间，让你们母女为仇。高秋郎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骨肉相残，家破人亡。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不等于正中了他的下怀吗？那我看到那个疯女人是谁？朱秋月。她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是夫人不顾一切把她给救了，可她疯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当老爷在内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夫人害死她的时候，可夫人一直养着她，为她治病，为的就是希望她有朝一日能够清醒过来，证明当时是自己要寻死。也只有这样才能洗脱夫人这么多年的冤屈，保住谭家。那高秋郎知道这一切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一心只想以唯一继承人的身份霸占谭家，报复夫人。可他唯一没想到的，你才是谭家的孩子。不过我们现在要做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高秋郎揭开明凯少爷并非是夫人亲生子的事实。所以如意，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谭家连最后的血脉都没了，只能拱手让给高秋郎。那么你的亲娘还有少爷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云姨，我现在很乱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夫人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少奶奶怀的可是谭家的子孙，难不成你就真的那么横心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吗？反正不是我要他的命，就是他要我的命，左右都是那么回事，还不如大家一块儿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只要谭家好，只要明凯好。不是说要我杀人偿命，怎么没去报官？
还是想回敬我一杯毒酒？娘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听信谗言，胡乱猜测，也不该这样猜疑您。我在这给您赔不是了，请您原谅我。你现在演的是哪一出啊？夫人，少奶奶这回是诚心诚意的来跟你认错。刚才我跟她解释了，她一路上都在自责，说都怪自己胡思乱想，错怪了夫人，所以过来跟你认错。跟我认错？我告诉你，刚刚那杯毒酒可是实实在在的，你能不恨我？那也是我把您逼成这样的，换作是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家，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请您原谅我吧。原谅？那这封休书不作数了。夫人，少奶奶已经认错了，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是，夫人。再说了，少奶奶怀的可是谭家的子孙，你要是这封休书让少爷看见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请您相信我，从今以后，我会把谭家当做自己的家，好好的守护在您还有明凯身边。这也是我爹的遗愿。明凯，你回来了。这份休书是你写的吗？是，请你听我解释。如意，你不用解释了，一定是我妈逼你写的，我去找她。明凯，没有人逼我，是我自己写的。为什么？明凯，我一心想查清楚爹的死因，我又不想你夹在我和娘中间为难，所以你就为了一个猜测，宁愿拆散我们这个家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什么都没想，我也什么都不敢想。我只看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那些无谓的猜测来伤害我妈。现在你又自己写休书。如意，在你的眼里，我们的婚姻和感情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明凯，我发誓，这些都是误会。我现在已经搞清楚这些误会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如意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保证了。每一次你刚刚保证完，马上又胡思乱想。我求求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你告诉我呀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看，对不起，我在写这休书的时候，每写一个字，我都觉得自己心如刀绞。明凯，你就原谅我一时的冲动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如意，
这都是我们的错。要不是我们当初为了帮夫人保住在谭家的位置，怎么可能闹到今天这样的地步？事已至此，再自责也没什么用了。我相信，如意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这个家的。可她一个怀着孕的女人，有什么办法去对付高秋郎呢？邪不压正，如意很善良，说不定某一天，她会用她的善良去化解所有的冤仇。其实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只有守着她，护着她，和她一起共同去面对所有的艰难。如意，你今天找我，是想来跟我告别的吗？思若，我今天是想跟你说，我会继续留在谭家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决定继续和谭夫人斗下去吗？那你又把明凯的感受置于何地呢？思若，我想告诉你，仇恨是会改变一个人的，但是亲情能化解一切。恐怕你的愿望没那么容易实现。你们之间的一切不愉快，明凯全都告诉我了。你知道他有多么的无助和崩溃吗？如意，放了他，你的存在只会给所有人带来不幸。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思若，放过你自己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段时间，你突然对我关心了，还告诉了我这么多事情。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话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是，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怂恿你，利用了你的仇恨，请你辨明是非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我的双眼是被你蒙蔽的。哦，原来你是为了保全少奶奶的地位，连杀父之仇都可以放弃。娘没有害过任何人，我相信她，也不希望别人来诋毁她的声誉。还有，思若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站在你后面的人是谁，请你转告他，别把亲情当成一种利器，这样最终刺向的会是他自己。还有，在我跟明凯心里，你都有不可被取代的情分。我们都希望你好，也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你笑什么？昨天啊，谭夫人和如意又是一场激战。我估计这两个女人迟早会有一个从谭家消失的。不管消失的人是谁，谭明凯都会崩溃的。这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思若，怎么样，如意什么时候离开谭家？你的计划失败了，如意决定放弃复仇。你骗我！昨天还吵得不可开交的，今天怎么会突然变了呢？他让我转告你，别把亲情当成利器，最终刺向的会是你自己。我想他知道你全部计划了。撒谎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你不是答应帮我夺回谭明凯吗？现在呢？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，好不容易跟他拉近了一点点的距离，转眼间就被退回原点了。思若，对不属于自己的人，你就是费再多的心思也无济于事，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痛苦。
你就收手吧。叶子，童思若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如意知道什么猜到什么，我是绝对不会罢休的。你也得陪着我，一直玩下去。你现在还能拿出什么筹码来拼？童家就是我的筹码，我要童家所有的财产。不可能！别急着拒绝，等你大烟瘾发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回答我了。哥，你让思若吸了烟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不是我让他吸的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高秋浪，我是被你毁了，但我绝对不会让童家也毁在你手里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不会得逞。思若，思若，哥，你明知道烟土会让人生不如死，你根本就是在用它控制思若，你不觉得你太可怕了吗？是，我是可怕，我还很可恨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但是对不起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必须要复仇，你懂吗？复仇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复仇。哥，你曾经说过，你双手不沾人命，可是现在有多少人命因你而亡？你看看你现在。已经成了一个被复仇控制的恶魔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不再是我爱的那个高秋浪。对不起，瘸子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但要是你想后悔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